你以为造一台足够聪明的机器，人类就能一直往前冲，永远不会停下来？错了，真正让文明卡住的，从来不是速度不够快，而是3样你几乎没想过的东西。只要这3样东西还在，就算你把飞船造到快得离谱，冲到另一颗恒星脚下，最后也可能发现那地方压根不值得你去。更扎心的是啊，这事儿可能不止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宇宙里就算真挤着上百万个文明，他们大概也和我们一个命，全被死死拴在自己那颗太阳旁边，谁也挪不了窝。大家都在猜宇宙里是不是没别人，可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？人全都在，只是谁也走不出自己的家门。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拆解天象密码。今天啊，我给你备了一艘船，把你直接塞进去，然后咱俩老老实实坐下来算一笔账，人类到底能不能真真正正的离开太阳系？先从速度聊起吧。人类坐着飞行器跑出的最快纪录是1969年创下的。阿波罗从月球往回赶的时候，速度冲到了每小时4万公里，听着够猛了吧？你踩着油门上高速，1小时也就100来公里，顶天了。人家1小时4万公里，绕地球转一圈都快够了。可你要拿这个速度去逛宇宙，说句难听的，基本等于没挪。那人类造过的最快的家伙是谁呢？是帕克太阳探测器，它最高能飙到每小时63万5千公里。这么说吧，用它的速度从地球奔月亮，36分钟就到了，比你等一顿外卖还快。好，咱们现在大胆假设一下，人类真造出一艘飞船，能一直保持帕克这个速度，而且里头还能舒舒服服住人，那你去火星得多久？搁现在的飞船，一飞就是7、8个月，换成你这艘啊，2个星期，你带上几部剧，睡上机觉，稍微一忍也就到了。接着往外走，去冥王星，这回大概要1年，你可能得在船舱里过一次生日，再过一次年了。窗外的地球慢慢缩小，缩小，最后就剩深空里一个小亮点。可咬咬牙，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。你接着往外冲，几年之后啊，飞船穿过了日球层顶，这时候你回头一望，太阳已经不像平时那么晃眼了，它就是黑暗里一颗特别亮的星星而已。是不是突然觉得太阳系好像也没那么大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你现在才刚摸到太阳风势力范围的边儿。真正被很多人当成太阳系外缘的地方是奥尔特云的最外圈。那你这艘每小时63万5千公里的船还得再飞多久才能真正跨出这道门槛呢？答案是大约2500年。你20来岁出发，往后你的孩子接班，孩子的孩子再接班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得传到80、90代人身上才行。这什么概念啊？差不多相当于从春秋战国那会儿一路飞到今天，地球上的王朝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人类的语言、城市，甚至连身体可能都变了模样。可到这时候，你的船才刚刚爬出太阳系的外围，更离谱的还在后头。假设你真能撑着活满这2500年，你猜你这一路能看见点啥？这答案才叫瘆人。没有顺路的星球，没有一个打卡点，窗外就是一整片化不开的黑，这就是宇宙真实的样子。在地球上，你去哪儿都有个终点，可宇宙不是啊。距离一旦远到某个份上，你会突然发现，速度这东西好像都快没意义了。行，既然每小时63万5千公里还是太慢，那咱就加速，一脚踩到底，直接飙到光速的20%，每小时2亿1600万公里。这回总够快了吧？1秒钟就能穿过6万公里，用这个速度，几天就能越过日球层顶。可你要真想穿透整片奥尔特云，还是得8年左右。至于飞到离咱们最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，大概20年。但你注意到没有，这事儿的性质变了，它从原来那种得靠好几代人接力的任务，一下子降级成你这辈子亲手就能干完的旅行。你20多岁出发，在船里熬上20年，等你40多岁的时候，至少能亲眼盯着另一颗恒星看，是不是终于有点盼头了？那新麻烦也跟着来了。你这艘飞船很可能人还没飞到地方，就已经被宇宙打成筛子了。好多人以为太空是真空，里头空空如也，啥都没有。可你真钻进去就明白了，太空看着空，其实里头有气体，有高能粒子，有原子，有灰尘，还有比灰尘个头大的小石块。搁平时这些玩意儿撞你身上毫发无伤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正拖着20%光速往前冲呢。这个速度能把最不起眼的东西瞬间变成武器。一颗铁原子以这速度撞上来，都可能在你的外壳上离出一道细细的伤痕，你甚至连它撞上来的动静都听不见。可问题是，太空里哪止一颗原子啊？你这一路冲过去，就像顶着一场完全看不见的子弹雨在飞。时间一长，整艘船都得被打得千疮百孔。那你肯定要说了，加快护盾不就完了吗？
行，咱在船头装一层厚厚的防护罩，专门吸这些粒子的冲击力。可原子挡住了，那灰尘怎么办呢？一粒普普通通的太空尘埃，以20%光速砸上来，那效果已经接近一颗小手榴弹，在你护盾前当场炸开。你坐在舱里，忽然听见前方闷的一声，系统淡淡告诉你，别慌，就一粒灰尘。可你得在这条天天挨灰尘砸的路上飞整整20年，这不就相当于天天有人往你船上扔手榴弹吗？行，就算这个你也扛住了。那要是前头突然蹦出来一块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石头呢？按你现在的速度一算，这块石头撞上来放出的能量，甚至能顶上2颗广岛原子弹。麻烦的是，在又黑又暗的太空里，这么小一块石头根本没法提前发现。你坐在驾驶舱，眼看着前方冒出一个针尖大的亮点，下一秒就等于一枚核弹直接在你船头炸了。所以你看，宇宙想拦你，一粒灰尘就够，一块石子就能把你连人带船一块送走。你当然还能继续加速，可路上任何东西撞过来的能量也会跟着变得越来越吓人。不过啊，咱往乐观了想，假设未来人类真捣鼓出了超级护盾，你在船舱里平平安安熬过了20年，终于才到了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地界。可这20年是怎么过的呢？你挤在一个封死的铁盒子里，闻不到一口真正的新鲜空气，见不着一个熟悉的地球世界。你天天面对的就是同样那几张脸，同样那几面墙，还有窗外几乎一动不动的黑暗。20年后，你头一回亲眼看见另一个恒星系统，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。然后你们开始挨个检查这儿的行星，结果呢，要么温度高的吓人，要么根本没有能呼吸的大气，要么辐射分分钟要你命。总之，没有一颗能让你直接住进去，你只能把消息往地球发。可这地方离地球大约4光年，你这条消息哪怕以光速飞，地球上的人还得再等4年。于是24年之后，全世界终于收到了你发回的第一段完整信号，人人都竖着耳朵等着听另一个世界的奇迹。结果呢，你在屏幕里一脸疲惫地说，我们到了，这儿确实挺壮观，可惜啊，一颗都住不了。地球上的人听完恐怕得沉默好久好久，而你自己站在几光年之外，多半也忍不住问自己一句，我这20多年到底图个啥呀？这就是第3道墙，咱们身边够得着的那些地方，可能压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精彩。当然啦，从搞科研的角度讲，随便哪颗系外行星都值得研究。可对你这个要在小铁盒里蹲几10年，拿半辈子去换一张单程票的人来说，它到底值不值呢？咱来算算，假设你的飞船始终保持20%光速，再假设你最多愿意掏出40年去跑这一趟，你20多岁出门，60多岁到站，那你最远也就能够着8光年以内的地方。8光年听着挺唬人吧？可你把它往银河系里一搁，连家门口都算不上。更糟心的是，就这么点范围里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行星被确认值得你拿几10年命去赌。那你说，咱把圈子再画大点行不行？直径25光年，这么大一片恒星地界，怎么样？可这块区域在整个银河系里也就占0.02%，里头有几10颗恒星，还夹着一些褐矮星，听着不少了吧？你总算有几10个目的地能挑了。可真跟太阳长得像的恒星少得可怜，绝大多数都是红矮星。红矮星倒不是不能有行星，它们身边也可能藏着所谓的宜居带。当你在望远镜里瞅见宜居带这3个字，心里没准一乐，这不就是给人住的吗？先别急着高兴，在宜居带里和你能住进去，这中间差着10万8千里呢。你想想，火星也正巧待在太阳系宜居带附近呢。现在白送你一张永久移民火星的船票，你愿意去那儿住一辈子吗？一颗行星的温度允许液态水存在，这顶多能说明那儿的水也许不会立马冻上，或者全蒸发掉。可你真落下去以后，麻烦才刚开始。它有没有能让你喘气的大气？有没有要命的辐射？会不会刮全球性的大风暴？有没有磁场兜着？空气里带不带毒？那点重力撑不撑得住你身体长期活下去？土里会不会埋着致命的东西？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个没解决，你就白来了。所以最残忍的画面是啥呢？你掏空一辈子飞到另一颗恒星，飞船缓缓减速，舱门呲的打开，你套着宇航服，小心翼翼迈出第一步，然后系统不咸不淡地告诉你，恭喜啊，这地方是个火星加强版，甚至还不如火星。那真正可能有海洋，有厚实大气，甚至养着微生物的行星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你说不定真能在那儿看见真正的云，
真正的宇，甚至某种跟地球完全不搭边的生命。可这种地方离咱们也许几十光年、几百光年，甚至好几千光年。哪怕你的船能开到20%光速，也还是得飞几百上千年。这日子你无论如何是熬不到头的。那你又说了，那咱先把衰老给解决了呗，让你能活上几百岁。你在船里睡个100年，醒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再接着睡100年。要不干脆你本人别去了，只运一批冷冻胚胎过去，让人工智能在目的地把新一代人类一点点养出来。嘿，这些法子倒还真没完全违背物理规律。可新问题又冒出来了，假设你真在离地球100光年的地方扎下了一座城市，这儿有房子，有农场，有刚出生的娃娃，甚至慢慢长出了一套自己的社会。有那么一天，城里的生命维持系统突然出了岔子，你火急火燎地朝地球发消息，我们出事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可这条求救信号飞回地球得走100年，地球那头收到，研究研究，再把办法发回给你，又是100年。等答案真送到你手上，已经是200年以后了。当初提问的那个你早就不在了，甚至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也可能全都不在了。所以你看，所谓横跨银河系的文明，听着像一个庞大的整体，可真实的样子也许是一个又一个永远联系不及时、永远互相支援不上的文明孤岛。你们说着不一样的话，走着不一样的历史，隔上好几百年才能收到对方一条口信。慢慢的，连咱俩还算不算同一种人都快说不清楚了。这也顺带解开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谜：宇宙这么大，星星这么多，可为啥咱们一直没撞见外星人呢？也许啊，不是外星文明不存在，也许他们跟咱们一模一样，同样被距离、被速度、被那些尘埃死死锁在自己那颗恒星旁边。就在此时此刻，说不定几十光年之外，一个外星人也正坐在他自己的天文台里。他透过望远镜盯着太阳看，可他不晓得太阳旁边还挂着一颗叫地球的小星球，更不晓得地球上正好有一个你在拖着腮帮子琢磨他们到底存不存在。他也觉得宇宙里理应有别人啊，他也在轻轻问一句，为啥从来就没人来看看我们呢？大家都在，可就是永远够不着彼此，这才是宇宙真实的样子。那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永远走不出去了？这话我可不敢说死。1903年的时候，《纽约时报》还特别自信地放话，说人类想搞成动力飞行，估摸着还得再等100万到1000万年。假如你活在那个年头，你80%也信了。可结果呢？66年后，人类一脚踩上了月球。所以你看，预测技术的未来是件特别容易被打脸的事儿。也许再过100年，那时候的人类回头看咱们今天，也会觉得这帮人可真够天真的。可就眼下而言，人类手里攥着的所有速度、所有能源、所有工程本事，往星际距离跟前一杵，还是小得可怜。就好像你明知道那扇窗户后头也许藏着海洋，藏着生命，甚至藏着另一个文明，可你把手伸过去，中间隔着的却可能是一辈子，是几百年，是整个文明都跨不过去的那道距离。我是拆解天象密码，咱们下个宇宙见。